龙天也发动了，快躲啊！快关门，快把板子都落下来！这风沙！这风沙严了，娘救护！快出轿子！书记小姐扶驾，快护着小姐！别管仪仗了，快把轿子抬到主家去，误了吉其脑袋不保。这边走。小姐，外头还在喝着呢，将军怕是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奴婢先替您掀了这盖头，擦擦脸，歇息片刻吧。你是谁？你不是我家林夕小姐！后院出事了！快去看看新娘子怎么了！哥，等等我！将军，她不是林夕小姐，我们接错人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姑娘是谁？你们是谁？我家小姐可是礼部乔尚书府的嫡女，今日是要嫁给顾探花郎的。乔尚书府，顾探花，今日白天那场诡异的狂风，糟糕，两家迎亲队伍撞在一起，必定是狂风蔽日时轿夫抬错了花轿。今日天降狂沙，异象突生，想必是迎亲队伍在风沙中乱了阵脚，导致阴差阳错生出这场乌龙。姑娘所言极是，切莫惶恐。在下代定远将军宋燕。在下乔楚锦。来人！立刻遣快马奔赴乔尚书府和顾探花府，说明错轿之事。是。小姐，这可怎么办呀？刘氏那恶毒继母本来就视您为眼中钉，好不容易攀上顾探花这门好亲事，能让您逃出那个吃人的深宅。如今这一错嫁，您的清白和名声全毁了，刘氏还指不定怎么作践您呢。哭有什么用？木已成舟，走一步看一步便是。我乔楚锦绝不认命。将军，打探清楚了。说，乔府和顾府那边怎么说？赵灵溪现在何处？赵家小姐已经和顾探花拜完天地，送入洞房了。拜完天地，送入洞房，怎么会这样？乔小姐，方才顾府察觉花轿做错时，那赵小姐已然与顾探花行过了洞房礼数。尚书大人与柳夫人得知此事，第一时间派人将乔小姐所有的陪嫁田、金银首饰全数放回了乔府。老爷怎能如此狠心？这分明是柳氏那个毒妇在背后捣鬼。小姐若是贸然回府，柳氏定会借着这场变故，随便将小姐许配给偏远商户。老奴也只是个传话的，小姐您自己好自为之吧。宋将军，回乔府便是踏入炼狱，远赴顾府又会搅乱两队姻缘，损毁两府名声。晚辈冒昧，可否借府上闲置别院，暂住数日？借住别院？我即刻传信远方亲友，慢慢商议解除婚约，另行安身的办法，绝不多麻烦叨扰府上。理所应当。宋府空院充裕，你与仆从安心落脚。多谢宋将军收留之恩。宋燕即刻分派下人，一边赶赴顾府斡旋换回灵犀，一边前往乔府协商婚约善后之事。10年，我期盼了10年的大婚之日，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？赵小姐，这是我熬了数个夜晚，一针一线绣给宋郎的新婚礼物，这绣带再无送出的机会了。赵小姐切莫过度伤心，顾某即刻派人联络宋府，设法商量互换婚事。换回来？如何换？你我今日已然拜堂行礼，名节受限，进退两难。顾某深知小姐委屈，绝不会有半分逾矩之举。今夜顾某便在书房将就一晚，小姐要将心休息。将军有何吩咐？这封信，你亲自带人连夜送往赵府，亲手交与赵老将军。是。西跨院那边，乔姑娘主仆安顿的如何了？已安顿妥当。你吩咐后厨，按时备送3餐茶水，绝不可怠慢。晓得明白？
这是你哥哥沙场攒下的赏赐金银，分毫未动。这头一份单独封存，留作你未来出嫁的嫁妆，往后你不必为婚家彩礼兴心。谢谢娘。第二份充作常年的日用开销，这余下的一份，娘打算悄悄送与乔姑娘周转，咱们略施援手，也算积一份善缘。娘心善，哥哥素来宽厚心软，一边担忧乔姑娘落脚难处，一边日夜惦记错嫁去顾府的赵小姐。兄长虽常年征战，看着粗犷，却生得英挺俊朗，一身报国本耳目，绝非粗俗莽夫。小姐，当心伤了眼睛。现在这个局面，谈何容易？顾家宗族死守礼法，根本不肯应许换妻。赵小姐，这是金臣赵老将军派人送来的亲笔回信。赵小姐，顾某深知你心中苦楚，顾某承诺定给足小姐缓冲10日，顾某先行告退。将军，顾府周边打探过了，赵小姐在顾府独居在一个偏僻小院里，顾探花恪守礼乐，未曾近身，日常衣食供给倒也丰厚。只是赵小姐终日闷闷不乐，茶饭不思，日渐消瘦。赵老将军数次登门探望，也只能叹息而归。都是我的错，竟害得她落入这般境地。切记匿名相送，以免坏了她的清誉。属下遵命。小芝妹妹，将军他似乎心事重重。嫂嫂，你有所不知，那块木佩是灵犀姐姐送给哥哥的信物，一场妖风竟让2顶花轿错胎，他的苦只怕不比我少。喂，你们瞎了眼吗？大小姐回门，还不快开门迎接！我家老爷有言在先，自古文武不通婚，乔府绝不认这门牵连。乔楚锦若执意归家，便独自一人从侧门入府。哎呦，这乔家真是绝情啊，连亲生女儿都拒之门外。文官就是瞧不起武将，这下宋家可丢大人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这么跟我哥说话？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小芝，退下。错教起于天降狂风，乃是天意，非任何人蓄意谋划。此事早已传遍京城，连圣上听闻，也尚且视作民间趣事，一笑了之。你区一个管家，拿所谓的门第礼法拒人于门外，莫非你是自诩比当今圣上还要高明？父亲，住口！我没有你这种败坏门风的女儿，自作孽不知手里，竟然错嫁一介武夫，辱没乔氏门面。从今日起，乔府没有你这个女儿，给我滚！嫂嫂莫怕，从今往后，宋府就是你的家，谁也别想欺负你。宋将军，这是赵老将军给您的加急回信。既然退婚无望，眼下我绝不能让身后的女子再受半点委屈。乔尚书，你满口礼仪道德，我倒要问问，卷走亲生女儿10里红妆，弃落难嫡女于不顾，这就是你乔府的规矩吗？你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乔大人，好一个端方的礼部尚书，好一副慈父的伪善心肠，错嫁一介武将，丢尽了我文官的颜面。他造的孽，还要扒开大轿请他回来供着不成？哈哈，花轿错换当日，你第一时间遣人去顾家，搬空了乔姑娘整整64台嫁。天哪，连嫁妆都卷跑了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哪有女儿落难，当爹的先去抢钱的？这后母心肠歹毒，我看这亲爹也不遑多让了。宋将军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您一介武夫，不懂礼数，聘礼拿错了，那嫁妆自然也是要追回的。这合乎规矩。放屁！聘礼是顾家的，你乔府一口吞了；嫁妆是乔姑娘母亲留下的，你乔府也全数收走。合着你乔大人是在卖女儿做无本买卖吗？你个粗鄙武夫，满口污言秽语！整整3日，你乔府上下若女子中突围横祸，孤苦无依，你这当爹的不闻不问，何来自作自受可？乔大人身居礼部要职，日日把伦理纲常挂在嘴边，却不念苦肉亲牵，当街柯南落难嫡女，于情于理，到底是谁难立足？什么清流文官，明明是受了济世蛊惑，卷走
后嫡女的嫁妆，事发后不闻不问，现在装什么清高？就是虎毒还不食子呢，乔家太凉薄了。丫头，莫哭！舅父，您怎么会来？原来是内兄，多年不见，怎么来了也不提前知会一声？外头风大，快请进府喝杯热茶。谁是你内兄？你斗走我带外我妹肋下的唯一血脉，今日又将亲生女儿拒之门外，当街辱骂。姓乔的，当年若不是柳氏那个毒妇作梗，我岂会与初锦丫头断联？你吞了她的嫁妆，我全额补上。这200台便是她的嫁妆。讨厌，这就叫财大气粗！我看谁还敢说我嫂嫂是空手上门的。乔大人看清楚了，今日是你乔府主动斩断了这骨肉亲缘。今日满城百姓作证，从今往后，她是我宋燕名正言顺的妻。我们走，奏乐，打道回府。多谢将军，让将军见笑了。哭出来便好，往后便只有安稳日子。将军，赵府的后续回信。将军重情重义，灵犀姐姐即已在顾府得了敬重，将军的成全便是最大的深情。你说的对，既已成定局，不该再被过去困住。从今日起，一切朝前看。好孩子，受委屈了，以后这宋府就是你真正的家，有老婆子我护着你。多谢母亲。哥，我今天真是看呆了，嫂子舅父简直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，这也太巧了吧？他怎么知道我们今天回？并非巧合，早在回门之前去江南地穴，哪怕挖地3尺，也要在回门之前把乔姑娘失散多年的舅父找出来。遵命。我便打听过乔尚书与柳氏的为人，料定你那位继母不会轻易吐出嫁妆。乔尚书更是个为了名声连骨肉都能舍弃的凉薄之人。我提前托付军中旧部四处打探，多方寻访，费了些周折才寻得你舅父的下落。我飞鸽传书向他讲明了你的困境，相约在今日乔府门前为你解围。将军，您竟在几日之前就为我布好了这步棋。哥，这箱子里的金银首饰，还有那几匹蜀锦，我说怎么看着那么眼熟？这不是你之前从库房？这些嫁妆怎么了？舅父远道而来，怎会随身携带这么多贵重之？原是我耗费心力备下的，但如今这些东西堆在库房也积灰，索性拿来保全你的体面。我刻意大张旗鼓，以你舅父的名义送来这丰厚的嫁妆，就是要堵住京城悠悠众口。你乔初锦是我宋家明媒正娶的当家主母，不是什么身无分文的落难女子。哼，拿得好！既然已经拜了天地，你就是我们宋家的人，这聘礼转嫁妆，天经地义。老夫人，小芝妹妹，昨夜连夜赶制了些零碎物件，聊表寸心，还望莫要嫌弃。哇，好精致的香囊，这兰草绣的简直像真的一样，嫂嫂手太巧了，这可比外头珍宝阁里卖的还要好看100倍。哎呦，好孩子，费这神做什么？看你这眼睛熬的，快坐下歇歇。不碍事的，只要老夫人和妹妹喜欢，初锦便心满意足。初锦啊，不瞒你说，我每对账便觉得头昏脑胀，这管家之职实在令我力不从心。听说你自幼饱读诗书，精于算术，若不嫌弃，可否代管宋府的内务库房？老夫人，这万万不可。初锦只是寄居在此，怎能贸然插手主家内务？这不合规矩。嫂嫂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就算帮帮我嘛，我一看到那些账本就想睡觉。是啊，好孩子，咱们家不讲究那些虚头巴脑的规矩。既如此，
初锦定当尽心记账。小姐，老夫人肯托付管家权，足见宋家是真心相待，咱们再也不必惶惶不安，怕被扫地出门了。是啊，连日紧绷的心，总算能放下些许了。哥，你看什么呢？眼珠子都要掉进库房里啦！我是在巡查库房种地，看有没有走水隐患。嫂子，我哥说他来查走水隐患呢，我看呀，是他心里着了火吧。翠环，把那匹云锦搬过来，重新核对一下尺寸。小姐您看，这厨房里的家伙事儿全换成了新的，连柴火都备得足足的，热水一刻也没断过。回少夫人，这是将军特意交代的。将军特意交代的？替我多谢将军挂心。哎，这就去。老夫人，现在府里上下是井井有条，连后厨的柴火摆放的都跟尺子量过一样。好啊，初锦，真是辛苦你了。老夫人言重了，初锦既然住在府上，理应分担些。你这孩子就是太懂事。将军保家卫国，初锦心中只有敬佩，绝无委屈。好孩子，我这闲来无事，日日盼着你们能日久生情。燕儿那块木头，要是能早日开窍就好了。老夫人，您又打趣初……哎呀！哇，这画工，这字迹，小芝，快放下！哎呦呦，嫂子，你这画可都是满满的倾慕之情啊！嫂子，你是不是暗许芳心啦？你再胡闹，以后不给你做桂花糕了。希儿，若是觉得闷，明日我陪你去江南商行看看新进的丝绸。你从不问我这荷包是绣给谁的吗？谁没有过去呢？只要你现在的眼底有我，过去的风雨我愿替你遮挡。拿去烧了吧。是，夫人。顾郎，我想给父亲写封信，告诉他我在这里过得很好。好，我为你研墨。将军，赵老将军求见。快请。赵伯父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贤侄，老夫今日来是来给你赔罪的。何出此言？灵犀来信了，他已决意放下过去。这丫头总算是想明白了。伯父宽宏大度，宋燕无以为报。什么报不报的？你我两家本就是世交，今日老夫厚着脸皮要在你这儿蹭顿好酒。来人，备宴。今日我要与赵伯父痛饮300杯。小姐，这库房简直是个无底洞。账上写着上等蜀锦50匹，食物只有30匹，账都是老夫人从乡下带来的李婶在管。她自恃劳苦功高，无人敢查。劳苦功高，这就成了她中饱私囊的免死金牌。入库出库，我皆有图样记录。今日我倒要看看她这戏怎么唱。传所有人到大厅议事。李婶，上月采买的银骨炭，账上支了100两，为何只入库了50两的量？少夫人，这大雪天的，炭价一天一个样，钱自然花得多。你撒谎！我家小姐早派人打听过。初锦啊，兴许是账记差了。祖母，账记错，食物岂会凭空消失？你自己看，珠翠、绸缎，哪一样不是进了你的私库？定是下人们联手栽赃物，还敢嘴硬！我翠环愿与他立下字据，立刻派人搜查你的居所。若搜不出赃物，我自掏腰包赔你全年薪了。若搜出来，直接扭送官府。按律贪主家财物，先打50大板，再流放3000里。老夫人救命！我不想去见官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求您看在往日情分，饶我一命吧。初锦啊，这闹到顺天府去，终究有损宋府颜面。祖母仁慈，心念旧情，不愿违逆。但是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府中定下的规矩不可废。我今日折中定下新规，限期1日，
私吞府中财物者主动归还，我一律既往不咎。若到明日天亮仍隐匿不交，一经查出，定扭送顺天府，绝不轻饶。谨遵少夫人教诲。老夫人，少夫人，快来看，简直神了！这是我找了大半年的白玉如意，本以为早就丢在外面了，竟全都送回来了。人心皆有畏惧，逼得太紧，他们便会鱼死网破。给他们一条退路，他们自然知道该怎么办。短短一夜之间，大半失窃的财物已悉数追回。初锦啊，我是真的老了，险些败光这份家业。从今往后，宋府内务、田庄铺面全交由你做主。孙熙必不负重托。嫂嫂，你算的也太快了，这账目密密麻麻，我看着都晕，你竟还能一眼挑出错漏。理财不必死记硬背，入库出库搭配图样标记，像布匹我画了专属印记，不识字的伙计盘点也难出错。嫂嫂，尚书府专门请先生教你管家理财吗？尚书府，那地方连呼吸都要拘谨，哪里会有人好心教我这些？把他生母留下的铺子账目全封起来，半分也别想落到他手里。我幼年丧母，无人提点，后母柳氏入种侯府后，府中流水全在他手里了。为了守住母亲留下的宝产，我趁着下人疏忽偷偷摸索，在无数次案件刀难中磕磕绊绊自学自创这套图样账出法，才攒下了这身打理生意的本事。嫂嫂，你太苦了。不苦，若非那些逆境，也逼不出现在的我。小芝，你要记住，女子的底气不是靠娘家，也不是靠夫家，而是靠自己手中掌握的算盘和安身立命的本事。嫂嫂，我一定好好学，绝不让你失望。诸位跟着老夫人苦尽甘来，宋府承蒙大家过往情谊，自当妥善安置。今日起，我将根据大家近期的表现，重新安排去处。张三、赵四、王五等一式6人，你们的勤劳，宋府都记在心里。我已在城东临街租下了几间旺铺，宋家出资，只入股分红，铺子的日常全交由你们自己打。少夫人，您这是给我们这些下人一条安稳的活路啊！多谢少夫人。只要肯踏实干，日子总会好起来。我不服！我是老夫人同乡共过患难，你新进门的少夫人凭什么赶我？凭什么？我给过你限期退赃的机会，你却不知悔改，反而变本加厉，即刻给他们结清全额公金，立刻遣返回乡，宋府永不留用。余下签约雇佣，严守用工文书，代工即刻解约，触法者直接送官。初锦啊，这天子脚下怎会有如此多无家可归的可怜人？天灾人祸，他们不求大富大贵，只求能有一餐温饱，活下去。老夫人、贵人，给口吃的吧，我什么粗活脏活都能干。我前几日还因为你赶走了几个犯错的乡亲，心里埋怨你太过严苛，如今一看，比起这些快要饿死的人，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。初锦有一大胆的提议，想请祖母恩准。好孩子，快说，只要能帮到这些人，什么都依你。各位乡亲父老，今日起，宋府新增用工，一律从贫苦流民中择优选聘。少夫人，我们是流民，若进了大户人家，签了卖身契，以后世代为奴啊！不，宋府绝不逼迫任何人签卖身契。我今日在此正式宣布，宋府彻底废除人身买卖，所有被雇佣的流民百姓皆保有自由身，绝不违。只需签正式用工契书，按劳取酬，按月足额发薪。未来若有好去处，随时可以结账离府。少夫人大恩大德，宋府活菩萨。夫人，采买都是我们在做，您一来就消了我们的月钱，怕是不合规矩吧？规矩？我倒要问问你们的规矩。白菜市价2文1斤，猪面走10文，炭火烧了半个月，爆了3个月的量，剩下的钱都进了谁的口袋？今年的物价涨了，还敢狡辩？这些蛀虫真当顾府的钱是天上掉下来的？从今天起，涉事人全部结清工钱，立刻滚出顾府。管家，重新招募本分老实的贫苦百姓来做工，出入库必须登记造册。夫人辛苦了。夫君回来了，这些人实在欺人太甚，我便做主打发了。
我常年埋首翰林院，不善理财，得其如此，是我顾某三生有幸。圣上，臣有本要奏。宋燕身为边关武将，无视律法，私留错嫁之文官嫡女，违逆文武不通婚之祖誓，实乃大逆不道，请圣上削其官职，以正朝纲。乔尚书这是公报私仇，报复那日在宋府门前受辱之仇啊！这事儿确实有违祖制，不好办。启禀圣上，臣有话要说。错教实属天灾，试问乔尚书，若将落难孤女拒之门外，这就是文臣的礼仪教化吗？臣收留她，妥善安置，乃是出于人道仁善，未曾有半点私心。圣上明鉴，宋将军保家卫国，铁骨铮铮，若因一场天灾怪罪于他，岂不让前线将士寒心？够了，天灾所致，情有可原，此事不必再提。退朝。将军，今日顾府宴席，赵小姐与顾探花琴瑟和鸣，恩爱异常。赵小姐还托小人给您带话，祝您与少夫人百年好合。她终于寻得良人，我这颗心也算彻底放下了。初锦，夜深风凉，你怎么来了？听闻今日朝堂上我父亲百般刁难，你受委屈了，我熬了抻汤给你。有你在我身后守着这宋府，朝堂上的些许风波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只要能爬上将军的床，我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，再也不用做粗活了。哎呀，将军救命！哎呀，我的鼻子！你下盘不稳，如何在府中当差？走路也不长眼。初锦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半分没碰他，是他自己扑过来的。我知道，将军躲暗器的功夫倒是一流。城东那几家铺子账目杂乱无章，以往的掌柜敷衍了事，还需重新造册，摸清底细，以后才能扩大营生。小姐，您这图样记账法真是神了。那几个老狐狸掌柜一看到您画的这些入货出货明细，腿都软了。现在谁也不敢摸。夫人，赵老将军来了。赵老将军安好。哈哈哈，宋燕，初锦丫头，今日老夫是来送喜帖的。转眼间，一切都尘埃落定了。将军心中可还有憾？从前或许有，但如今看着他能有归宿，我也算是彻底放下了。更何况，我身边也已有风景。灵犀妹妹脸上的笑，比初见时更真切、更动人了。是啊，顾青的包容与耐心，真正治愈了她的心结。宋燕哥哥、嫂子，这杯酒我敬你们。灵犀，相识一场，能亲眼看你找到真正的良人，我比谁都高兴。祝你们白头偕老。多谢宋将军，顾某定当珍视灵犀，此生绝不让她再受半点委屈。将军为何一直看着我？今夜放下执念后，我发现自己错过了许多。错过了什么？错过廖姐姐一个聪慧通透、品性坚韧的女子。你入府以来，整顿内宅、打理家事，样样妥当，早已让众人心服。这都是我身为当家主母分内之事，将军不必挂齿。不，你早就在我心里了。从前是我困于过往，没能看清身边最珍贵的。既然看清了，那就别再看错了。你怀有身孕，怎么还亲自跑一趟？初锦，宋将军，今日顾某一来是探望，二来是专程致谢。顾探花客气了，里面。当日错教之变，多谢将军不曾强行更正婚事。我也得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你们婚事何时？别让我孩子生了还喝不上你们的喜酒。你呀，怀了身孕还是这么口无遮拦。好了，该讲公事了。将军，近日朝堂之上，乔尚书频频递折子，构谏于你，他结党营私，打压武将。
仗着文武不通婚的潜规则，我虽手握重兵，但在朝堂上终究吃。所谓文武不通婚，不过是世家顾全托辞，你一文一武联手便可破局。乔姑娘好见识，这正是我今日前来的第3个目的。你我今日结为同盟，定还朝堂清。好，顾探花爽快。宋将军，乔尚书结党营私，愈发猖狂，若任由他下去，必生大乱。这是暗中查到的蛛丝马迹。哼，贪污军饷，致使将士损伤惨重，这笔血债我一直给他记着。不止，水患那年，他克扣赈灾粮款，买下了城东10里良田。顾某在翰林院虽是文职，但门生故交遍布，顾某当容不让。我即刻给父亲消息，绝不给他可乘之机。初瑾，此事牵涉你父亲，他祸乱朝纲，我绝无私心。时机成熟，一举击倒。好，今日你我为朝堂扫清毒索。冤枉！本官乃朝廷命官，2品大员。你们仅凭几封伪造的书信，就想构陷在老夫？伪造？你通流口扣赈灾粮的账本已全数查抄。那是管家私干的，我是被蒙蔽的。好一个被蒙蔽！你看这是什么？边关截获的流寇密信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抵赖？簪丝会审，铁证如山，革职夺爵，家产抄没，全家流放，永不录用。不！听说了吗？荣阳宋府双喜临门。哦，哪双喜？侯爷补办10里红妆大婚，夫人有孕，圣上还大加赏赐。那个被我视为扫把星的女儿，如今竟成了高高在上的侯夫人。报应啊！这是报应啊！这排场，侯爷把天下好东西都给夫人补上了，当年错嫁竟是天大的福。将军，我乔初瑾此生定不负你。锦儿啊，这是娘亲自炖的安胎药膳，趁热喝。大夫说你这胎怀得极稳。母亲歇着吧，我来喂她。侯爷，你也太小心了，哪有那么娇？侯爷，夫人，不好了，宫里来人了，是800里加急。圣旨到，漠北蛮族被蒙，30万大军犯边，连破3城。命宋彦即刻挂帅，赐尚方宝剑，统10万大军，星夜驰援，荡平敌寇。钦此。臣宋彦领旨谢恩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，儿子自小兵起家，是万千兄弟用命换的今日。如今边境百姓深陷战火，军中弟兄翘首探援。身为朝堂武将，儿子绝不能置边关军民于水火不顾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儿子对不住娘了。边关宫寒，夜里风大。这护腕里我多缝了2层狼皮，你带着，握长枪时手不僵。锦儿，你不怪我吗？我乔初瑾的夫君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，怎能被困在内宅之中？你放心去，家里有我，我会成为你前线最稳固的后盾。等我，战乱平定之日，便是我返乡团圆之时。我一定活着回来见你，见我们的孩子。儿子不孝，不能在母亲膝下尽孝。去吧，宋家男儿当为国尽忠。边关古寒，这批封我连夜赶制，
愿夫君刀剑无眼处，有他护身。等我回来，一定完好无损的交还给你。宋兄，前方战事托付于你，后方顾某拼死也会护住。宋大哥，你只管杀敌，咱们京城绝不会让你们饿肚子。朝廷又发募捐诏令，咱们宋府的现银若全捐了，铺子周转怕是皮之不存，毛将焉搭？前方将士在流血，我们在后方连点银子都舍不得出吗？8成，这可是天价呀！传我的话，宋家名下所有铺子，本月利润抽掉8成，即刻兑成白银送去户部。我要让天下人看看，我宋家绝发国难财。这孩子将来也得知道，他爹在前方保家卫国，他娘在后撑起半边。城南那片空地买下来，建最大的绸缎庄。城东的码头连开3家粮行。夫人，资金怕是周转不开啊！宋家的产业绝不能止步于此，把胭脂铺的配方改良，走高端路线。管家，把这些京郊的庄子全盘出去，还有赵家商行的流动资源全部归拢。夫人，这可是您的嫁妆本啊！如今正是国家危难之时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夫人高义，为夫怎能落后？这是我顾家积攒的底子，一并捐了。夫君，你我定要解朝廷燃眉之急。好，咱们夫妻同心。老天保佑，初锦定要母子平安啊！燕儿还在战场上呢。夫人，用力，再用把劲儿。恭喜夫人是个千金。就叫他宋远安吧。嫂嫂，朝廷又下军费募捐诏令了，拿笔来，直接捐10万两白银，粮草3万斗。10万两，这可是咱刚赚回来的老本啊！钱没了再赚，侯爷在前方拼命，我要让他没有半点后顾之。快看，又是宋府，捐银和粮草的数量稳居榜首。这宋侯夫人真是活菩萨呀！听说她月子都没出，撑起了整个宋家的底子。圣上有旨，宋府忠肝义胆，屡捐助资，充盈军饷，特赐御笔金匾。这一批防寒冬衣必须做防水处理，粮草分装成小袋，方便马匹驮运，动作快。夫人放心，全按您的吩咐办了。赵家商行的伙计都在连轴转。娘亲，谢谢。乖，这叫家国大义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夫人，按您的吩咐，往来客商的闲谈都记录在册了。好，只要满族有异动，我们就能第一时间探得军情。走，去大营。侯爷，这探子嘴硬得很，只肯交代首领的名字，死活画不出布防图。若是摸不清敌军主力位置，贸然出击必吃大亏。让我来试试。初锦，你怎么会？拿纸笔来。你说，我画，说错1分，我便让人切你1根手指。左边是山谷还是平原？这简直如身临其境啊！夫人神迹！众将士，随我全歼敌军！边关大捷，宋燕3战3捷，彻底击溃漠北主力，扬我国威。朕今日要重封翰林院学士顾清，调度有方，未出纰漏，功不可没，擢升正4品。臣叩谢皇恩，臣妻赵氏与宋府侯夫人乔氏殚精竭虑，散尽家财，臣不敢独居此功。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，朕绝不愧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宋佑战功卓著，赐世袭罔替，起家乔氏捐饷100万，更兼亲赴边关，特破例敕封正2品安仁诰命，赏赐玉如意1对，钦此。臣父叩谢吾皇，吾皇万岁万岁。母亲，儿子回来了。好，全虚全位的回来了，这就好。远安，我是爹爹，让爹爹抱抱好不好？你骗人，你才不是话里的爹爹。乖，这就是爹爹，大英雄爹爹。侯爷站在这儿做什么？进去看看他便是。他醒得晚。你是谁？你出去，我要娘亲。我是爹爹，给你的边关的小羊，和你一样乖。
我先去前院，你们慢慢梳洗，别吓着他。元安，过来，爹爹教你玩这个。这个不扎人吗？不扎，爹爹磨过了，软得很。你摸摸看。爹爹，疼不疼？爹爹不疼，元安不怕了，好不好？以后想摘花喊爹爹，爹爹帮你摘。娘亲，怕。元安，是爹爹，不怕了，爹爹在这守着你。爹爹，我做噩梦了，有大怪兽。不怕，爹爹会打怪兽。爹爹在边关的时候打过比怪兽还凶的敌人，都被爹爹打跑了。大漠里有浑圆的明月，草原上的羊群像天上的云，还有小兵们编的草蚂蚱。雪天里我们还堆过雪人。哇，好高呀！我要那个红红的糖葫芦。买，全买下来。元安，你看，爹爹这马儿会跑哦，驾驾！爹爹好厉害，比木马还快。这数年的亏欠，爹爹用一辈子来还。宋燕抄家，顾清举证，赵家搜证。若非这4人，我乔府何至于家破人亡？父亲惨死流放，我母子受尽折辱。乔初锦一介弃女，这些本该都是我们的。公子稍安，西北藏数千蛮族残兵，只待拿到荣阳侯把柄，内外夹击，宋顾2家连根可破。乔初锦私出边关本就违律，再捏造他私通外族、谢粮草布防的伪证递去御史台。一步，先搅乱朝堂，扣他通敌罪名；第二步，找机会绑了他女儿宋远安，拿孩子要挟他自毁名节，逼宋燕交兵符。第三步，咱们通知塞外残部突袭边关重镇，趁机夺城立功。乔尚书通敌叛国，家产尽数充公，圣上开恩，免你等流放，即刻逐出府邸。我要让乔初全身败名裂，让宋燕万劫不复。欠我们乔家的，我要他们千倍百倍的还回来。嫂嫂，哥哥，城南粮行连日遭人打砸哄抢，报关后差役草草了事，再闹下去，粮行只能先关门闭封红。寻常地痞只索保护费，不会毁粮砸铺，这般不计代价，是有人蓄意针对宋家，向我们施压。即刻命人暗中追查，摸清闹事之人底细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昨日御史台收到匿名密告，附书信3封，蛮族狼头令牌1枚，指证荣阳侯夫人乔氏早年私赴边塞之时，暗通漠北蛮族残驻，泄露关内粮草布防，与驻军行踪。此事干系重大，大理寺即日立案彻查。查案期间，宋燕暂交兵部虎符，居家待砍，无旨不得出京私会将领。臣领旨，臣请协同暗卫彻查幕后之人，1月之内必自证清白。准。我要小兔子糖子。我是你娘亲的朋友，她在前面庙里等你，我带你去，还有好多糖。娘亲说不能要陌生人的东西。夫人，我没看好小郡主，庙会人多，一眨眼的功夫，小郡主就不见了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在哪个位置？护卫呢？慈安寺西侧巷口，对方早有预谋，没留下踪迹。要500精英，全城挨家挨户搜，就算把京城翻过来，也要找到远安。不行，我们逼得越紧，远安越危险。他们冲的不是钱，是冲我们来的。侯爷，夫人，叶桥上射进来的绑匪信，写下劝降文书，令宋燕上交兵符。痴心妄想！我拼着爵位不要，也绝不会遂了他们的意。初姐，我们来了。宋兄，怎么回事？乔文轩，当年乔府抄家，我以为他们早就离京了。这人心思歹毒，又和蛮族旧部搭上了线，怕是不好对付。初姐你别慌，我现在就让所有长伙计都帮忙打听，找一个带疤的汉子和一个年轻落魄的公子儿，还有一位小姑娘，市井里最藏不住人。搜城虽然不能明着来，
但暗卫可以悄悄查城郊的废弃宅子、破庙、染坊这些地方。我已经让暗卫分成12队，连夜排查城郊废弃院落。只要他们要吃饭要买药，就一定会露马脚。那交易那天怎么办？你真要一个人去？太危险了。去当然要去，但我不是一个人去。宋燕的人会埋伏在周围，只要确认远岸安全，就立刻动手。万事小心，我绝不会让你们俩有事。嫡姐，我还以为你会躲在侯府里，让宋嫣替你出头呢。你要的认罪书、劝降信，我都带来了。拿来我看。先放人，孩子对你没用。轮不到你讲条件，信留下，人也留下。你想过我们母子像狗一样活在市井吗？是你和宋燕毁了我。乔府倒台是你父亲通敌贪墨，罪有应得，也配怪别人。胡七，给我抢下信，把人拿下。不好，有埋伏。乔文轩、胡七，你们跑不掉了！都别动！再往前一步，我就宰了这小丫头！宋燕，让你的人退出去，不然我让你女儿给我陪葬！乔文轩，你放了远安，我留你一条活路。哼，少废话，让我们走！远安不怕，爹爹来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从前文武相压，偏见横行，如今朝堂无有掣肘，风气清灵。圣上已颁新令，放宽文武联姻规制，前朝积弊自此可解。案子昨日结了，乔文汤、胡七判斩立死，不久行刑，也算尘埃落定。陛下以下明旨，为出验澄清冤屈，赏黄金锦缎。宋兄官复原职，西北3处护士获批，往后边境百姓能少受战乱之苦。百姓安居乐业才是真太平，封赏都是次要的。想当年顾某还以为天塌了，哈哈哈！若无那场风，宋某怎得这般贤妻？天赐福气。这一杯敬当年那场风，敬岁月，敬同舟共济。你兵书都拿反了，看你看得入神了。护士下月就要开了，3处口岸的商驼、货仓、衙营都得提前打点好。我打算让陶掌柜从边塞商后调一批老人手过去，熟门熟路，也能少出些岔子。要不要我派一队兵丁驻扎在商队附近？虽说护士是朝廷定下的，就怕有不长眼睛的流寇闹事。我正想和你说这事儿，不用派士精锐便够了。多数蛮族百姓都是安分做生意的，别让重兵把守，坏了护士的和气。都听你的，你做生意的本事比我打仗还厉害。嫂嫂，你都忙了一晚上了，快歇歇。小郡主都睡了，睡前还念叨着要等爹爹娘亲给他讲故事呢。嫂嫂，你都忙了一晚上了，快歇歇。小郡主都睡了，睡前还念叨着要等爹爹娘亲给他讲故事呢。这孩子越来越粘人了，还不是像你，小时候你是不是也天天黏着你娘亲？我记不清了，我娘亲去得早，那时候我还小。没事，以后有我，有远安，我们都是你的家人。嗯。乔夫人，您来了，近来可好？家里的牛羊都壮实吗？好，都好。换了粮食饿肚还打仗，现在有了护士，再也不用抢了。乔夫人，您是我们的恩人。远安，你看你娘亲厉害吧？娘亲最厉害。你们俩嘀咕什么呢？说我们家夫人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女子，大庭广众的，也不怕人笑话。我牵我自己的娘子，谁敢笑话？